好，今天進入到阿森納的溫格時代，提醒大家可以點開字幕，老 K 準備了繁體、簡體還有粵語的字幕。另外呀，在 YouTube Music 這個 APP， 你可以把咱們的節目作為 Podcast 來聽。感謝大家的支持，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感謝您的熱推、點讚、分享、評論，感謝您的訂閱。如果說2001到2006年是溫格在阿森納競技的巔峰，那麼接下來06到11年就是溫格在競技、在財務、在戰略維度上承受了巨大壓力、艱難抗爭的5年。2006年夏天，阿森納告別了使用長達93年的海布里球場，正式搬入耗資3.9億英鎊打造的酋長球場。為了確保俱樂部長期的財務健康，溫格不僅主動承擔起巨額債務帶來的財政枷鎖，更是掀起了一場震撼足壇的青春計劃。在這5年間，阿森納憑借迷人的技術流踢法，還有年輕人的激情，驚豔整個歐洲，但最終卻因為經驗匱乏、關鍵時刻心理脆弱，以及核心球員的相繼流失，陷入了長達數年沒有冠軍的詛咒。這也是最具爭議的5年，核心的背景是巨額債務下的財政緊縮。不敗之師班底徹底解體，俱樂部連續壓縮轉會預算，溫格只能全面轉向低價挖有潛力的小將，並且通過青訓造血這樣的青春計劃，球隊也從英超冠軍的爭奪者徹底蛻變為爭四狂魔，開啟了長達9年的冠軍荒。不過這5年間，阿森納也年年很穩定地保住了歐冠資格，維持了現金流，打出過非常華麗的技術足球，也留下過無數次在決賽崩盤、核心球員離隊各種遺憾。這也是溫格執教生涯最艱難的負重前行期，也是俱樂部從老牌的豪門向現代化商業俱樂部轉型的必經的陣痛。那麼首先搬遷到酋長球場，這是阿森納董事會定下的長期戰略。海布里僅僅 3.8 萬座的容量，早已經觸碰到商業收入的天花板，沒有辦法匹配未來阿森納想成為豪門的營收能力。而到了酋長球場，60704個座位，這樣的容量能讓比賽日收入翻了3倍，是俱樂部未來長期躋身頂級行列的基礎。但是項目最終的造價遠超預期，達到了 3.9 億到 4.28 億英鎊左右。俱樂部僅僅自籌了 1.3 億英鎊，剩餘的資金全部來自銀行的長期貸款和債券的發行，其中僅核心體育場的貸款就已經高達 2.6 億英鎊。還款周期長達25年，銀行為了自身安全，還附加了很苛刻的擔保條件。第一，球隊工資總額不得超過營收的 50%。第二，必須連續拿到歐冠資格，保證轉播和獎金方面的收入。第三，球場的上座率必須維持在 90% 以上。這3條枷鎖直接就鎖死了阿森納的轉會預算。溫格被迫放棄了短期對冠軍的爭奪，放棄了競爭力，轉向以戰養戰這樣的生存模式。他只能靠培養年輕球員升值來平衡賬目，同時堅持傳控足球的風格底線。這一階段的轉會邏輯非常清晰，將高薪的老將逐年的清洗，核心球員只要打出身價後就高價出售，用回收來的資金又補充買一些年輕的潛力股。所以球迷戲稱阿森納是年年賣隊長。在這樣的梗背後，是俱樂部沉重的要還債的現實，從維埃拉到亨利到法布雷加斯再到范佩西。而這個時候的英超其他競爭對手，切爾西有俄羅斯富豪阿布拉莫維奇，曼城又有中東財團入主。在這2大金元帝國大興土木的時候，溫格的轉會淨支出竟然長期保持為0，甚至是負。這就代表溫格每年在轉會方面甚至還能賺錢。這樣的阿森納只能在全球範圍內搜尋低價的年輕小妖，再通過賣成熟的球星、賣功勳老將來平衡賬目。可是，在預算受到嚴格限制的情況下，溫格憑借自己極其出色的帶隊保底能力，確保阿森納隊年年躋身英超4強，也用歐冠的巨額轉播分成維持着俱樂部的正常運轉，上演了連續19年鎖定歐冠的奇蹟。在沒有辦法跟其他豪門拼錢包的情況下，溫格徹底轉向青春計劃，而且在戰術體系上從442到433再到4231進行了深度的變革。戰術大腦塞斯克·法布雷加斯，溫格將年僅19歲的法布雷加斯確立為絕對的戰術核心。他擁有歐洲最頂級的傳球視野和控場的能力，全隊的傳控攻擊完全圍繞法布雷加斯展開。阿森納從身體加速度的硬核反擊打法，
全面轉向了極致的短傳，前場小範圍滲透，控球率至上。這樣的風格就是我們最熟悉溫格的美麗足球。他聚攏了一批批天賦異稟的年輕人，前場范佩西、納斯里、沃爾科特、愛德華多·達席爾瓦，還有俄羅斯的阿爾沙文；中場法布雷加斯、亞歷山大·宋、拉姆塞、威爾希爾；後防線上薩尼亞、克里希、科斯切爾尼。這5年的軌跡大概是06到07賽季搬入酋長球場，舊王朝徹底結束；07到08賽季青春計劃幾乎提前成功，卻在最後的2個月崩盤；08到09賽季核心球員再次被挖走，球隊明顯倒退；09到10賽季改踢4-3-3，重新參與到爭冠，但最終因為主力的傷病崩盤，在歐冠被巴塞羅那完勝，徹底暴露出陣容的厚度和絕對實力上的上限。10到11賽季，這是青春計劃最成熟的一版，4線爭冠，可夢想在隨後1個月內幾乎全部破滅。2011年夏天，法布雷加斯和納斯里的離開，實際上是整個青春計劃時代的終點。那麼在娓娓道來逐步展開之前，老 K 應昨天評論區觀眾的提醒，先說2個事兒：坎貝爾和赫萊布。01年7月3日，坎貝爾從托特納姆熱刺自由轉會到阿森納。這件事被公認為英超歷史上最大膽、最轟動也最具爭議的轉會之一。他跨越了北倫敦死敵之間的鴻溝，而且最終零轉會費，徹底引爆了當時整個英格蘭足壇。首先，索爾坎貝爾出自熱刺青訓，他成長為世界最頂級的中後衛，也是球队隊長。在轉會發生前，他的合同即將到期，熱刺曾經開出高達8萬英鎊週薪的最頂薪的續約合同。坎貝爾甚至一度對熱刺球迷和媒體暗示自己會留下，可當時熱刺隊整體實力下滑，難以滿足坎貝爾對頂級的榮譽、對歐冠賽場以及爭奪英超冠軍的極高的野心。於是溫格行動了，他為了避開熱刺俱樂部的眼線和媒體的圍追堵截，溫格和副主席大衛·戴恩採取了像英國軍情5處級別的保密措施，雙方的秘密會談和最終的簽約經常被放在深夜11點。在大衛·戴恩的家裡面最低調的進行。接下來瞞天過海，震驚世界的官宣發布會來了。2011年7月3日，阿森納在倫敦科爾尼訓練基地召開記者發布會。當時的外界媒體和記者普遍被告知，俱樂部將要介紹的新援是門將理查德·奈特。可是當發布會大門被打開，走進來的竟然是索爾坎貝爾。在場的記者發出了集體驚呼。坎貝爾很幽默地開場道：不好意思了，哥們兒，我可當不了門將。在當時，由於是自由身加盟死敵，熱刺是1分錢轉會費沒有撈到。坎貝爾被熱刺的球迷痛罵為猶大、叛徒。此後多年，每次他重回白鹿巷球場，都會遭到全場瘋狂的噓聲、瘋狂的謾罵。但另一方面，這次冒險的轉會取得了巨大的競技方面的成功。坎貝爾加盟的首個賽季，便幫助阿森納奪得英超、奪得足總杯雙料冠軍。並且在隨後03到04賽季，作為絕對主力，隨隊以不敗戰績再奪英超冠軍。他是阿森納隊史上不朽的後防中流砥柱。但對熱刺來說，坎貝爾此前曾經接受熱刺的官方雜誌採訪，曾經親口公開承諾，說我永遠不會為阿森納踢球。可這樣的前腳剛剛承諾，後腳卻免簽投奔死敵，這種行為讓熱刺球迷體驗到極致的被戲耍的感覺。於是01年的11月17日，坎貝爾脫下白衣，首次代表阿森納回到熱刺主場白鹿巷。當時的敵對氣氛被英國媒體形容為有毒，簡直是人類足壇的地獄。當阿森納全隊乘坐的大巴駛入球場的時候，遭到數百名熱刺暴徒的圍攻，像硬幣、飲料罐還有各種垃圾雨點一般砸向車窗。球迷們在看台上還特意準備了4000多個印有猶大字樣的白色氣球，在坎貝爾入場的時候鋪天蓋地的釋放。與此同時，在比賽看台上，坎貝爾的親哥哥，他可是熱刺的死忠球迷，他竟然選擇站在球迷一邊，共同狂噓自己的親弟弟。這連親兄弟都反目，也是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在比賽中，隨着時間的推移，熱刺球迷的攻擊逐漸演變成極具有人身攻擊，還有種族歧視的色彩，還有恐同傾向，各種惡毒的順口溜。有些歌曲還涉及到私刑，還虛構坎貝爾患有艾滋病各種惡毒的歌曲在看台反覆的傳唱。甚至幾年後，當坎貝爾離開阿森納轉會到普茨茅斯，熱刺球迷的辱罵從未停止。很多年以後，2009年，警方和英足總重拳打擊，
有數名在比賽中對坎貝爾進行惡毒語言攻擊的熱刺球迷被法院宣判禁止到足球場3年。這一筆仇恨的餘波甚至到了現在都沒有消散。坎貝爾後來曾無奈地表示，現在許多熱刺的年輕球迷其實在2001年甚至都沒有出生，但他們依然像篝火故事一樣傳承着對坎貝爾的恨意，在大街上遇到坎貝爾仍然會吐口水或者辱罵。也就在上賽季，坎貝爾還參與拍攝了一則 Google Pixel 手機的商業廣告，在片中他還特意將身上的白色毛衣切換為紅色毛衣。這種極為明顯的暗喻的動作再次精準踩中了熱刺球迷的雷區，徹底重新點燃了沉寂多年的輿論戰火。好，第二件事，關於白俄羅斯阿森納的名將亞歷山大·赫萊布，他是在05到08年效力於阿森納。赫萊布的盘帶控球能力非常好，傳球視野出色，球風優雅。他是溫格麾下美麗足球最有代表性小快靈的中場核心，也是進攻的潤滑劑。05年，他從德國斯圖加特隊轉會而來，轉會費1500萬歐元。來了第一個賽季便隨隊殺入06年的歐冠決賽，07到08賽季更是達到自己阿森納生涯的巔峰。他和法布雷加斯和弗拉米尼和羅西基組成的中場極具統治力，在中前場他負責推進和組織。可是08年夏天轉會到了巴塞羅那，此後的職業生涯開始走下坡路，輾轉多隊。阿森納時期是赫萊布俱樂部生涯最高光的階段。溫格也曾表示，赫萊布是他見到過的最無私，在狹小空間控球最好的球員之一。在阿森納，赫萊布的4大經典戰役，首推05到06年歐冠半決賽，阿森納1-0比利亞雷亞爾。在對陣潛水艇的2回合苦戰當中，赫萊布在右邊路展現了很恐怖的護球和持球推進能力。面對西甲球隊標誌性的高壓逼搶，赫萊布的節奏變化和標誌性的油炸丸子過人，多次生吃了對方的防線，制造各種威脅。他為亨利、皮雷和永貝里扯開了大量的空間，使槍手能夠零封晋級幕後的功臣。第二場05到06賽季，阿森納7-0米德爾斯堡。當時傷愈復出不久的赫萊布逐漸坐穩了主力，而他在這場酣暢淋漓的大勝中打進了自己加盟阿森納的處子球。在中前場，他犀利的連續盤帶過人，和亨利和雷耶斯頻繁打出很具有觀賞性的行雲流水的配合，徹底粉碎了米德爾斯堡的防線。第三場07到08賽季歐冠1/8決賽次回合， AC 米蘭0-2輸給阿森納。當時的米蘭是衛冕冠軍，擁有卡卡、皮爾洛和加圖索，這是一支超級球隊。而赫萊布他作為前腰首發，在場上更像自由人，在中場直接對話皮爾洛和加图索。他利用自己无解的控球和变向能力，化解了加图索一次次凶狠的逼搶，而且多次在中路持球向前推进了30米以上。他跟法布雷加斯牢牢掌控了中场的節奏，最終幫助阿森納客場0-2掀翻了 AC 米蘭，打破了意甲豪門當時在主場的不敗金身。這也是赫萊布槍手生涯的戰術天花板之作。第四場07到08賽季，阿森納2-1桑德蘭。當時亨利已經離隊，溫格將赫萊布徹底解放到前鋒身後，踢前腰或者影鋒。這個賽季前半程，赫萊布先是展現了大師級的進攻梳理能力，而在對陣桑德蘭，他屢屢在禁區前沿通過手術刀般的直塞和撞牆配合，撕裂了對手的防線。當時的他和羅西基、法布雷加斯、弗拉米尼組成了威震歐洲的華麗中場4重奏。阿森納用近乎水銀泻地一般的地面配合，踢出了英超歷史上觀賞性最高的傳控足球。而赫萊布正是這套體系裡進攻的潤滑劑。但很遺憾的是，07到08賽季結束後，赫萊布離隊加盟了巴塞羅那，這是他職業生涯最有轉折性也最令他懊悔的決定。當時是他自己執意要走，而在事情最終敲定以前，溫格曾經利用度假的期間和赫萊布進行了多次長談，試圖說服他留隊。當時溫格在赫萊布心中如同父親一般，溫格非常看重他的戰術核心價值，明確告訴他，你就是這支球隊未來不可缺少的最重要拼圖，我希望你能留下來。赫萊布在後來的官方訪談中曾經回憶，當時面對溫格如此誠摯的挽留，他自己當場崩潰，並且流下了眼淚，但心裡面極度糾結。他甚至坦言，當時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了。而後來，當赫萊布決意要離開，受了內傷的溫格在俱樂部官網發表了外交辭令一樣的聲明，表示放走赫萊布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不舒服的，並且迅速簽下了納斯里作為替代者。而當時年僅27歲、
處在自己職業生涯黃金期的荷萊布之所以如此決絕，主要是3個原因。08年夏天，巴塞羅那政治巨變，新的主教練瓜迪奧拉上任，正着手清洗小羅和德科，想全力打造夢三隊。瓜迪奧拉非常欣賞荷萊布的微操控球和多面手的屬性，親自打來電話發出邀請，並向他承諾了極具吸引力的戰術角色。而在當時幾乎沒有一個進攻球員能夠拒絕巴塞羅那的邀請。但第2個原因更重要，個人私生活的混亂。荷萊布後來也坦誠過，當時堅決要離開倫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私生活。主要就是08年他離開阿森納前後，他決定結婚。第1任妻子是白俄羅斯著名的女子流行組合 Topless 的歌手阿納斯塔西亞·科先科娃。2個人當時都很年輕也衝動。白俄羅斯和英國2國的文化差異很大，名利場帶來各種審視。而作為白俄羅斯國內最具知名度的體育巨星和娛樂巨星的結合，他們的私生活被媒體高度關注。倫敦的生活圈子變得極其複雜，讓他感到很不舒服。而後來這段婚姻最終在維持了6年以後，2014年以離婚告終。所以當時的荷萊布誤以為去到西班牙，換一個全新的城市和環境，就能夠逃避並且解決自己在倫敦遇到的私生活危機。這也是為了一個女人呀，去到巴塞羅那的明媚陽光，他以為就能和這個女人重新開始。正是這種盲目的心理，讓他做出了後悔終生的決定。第3點，經紀人極力的遊說和忽悠。荷萊布後來回憶過，我當時在度假，經紀人們不斷地說服我必須去巴塞羅那。說實話，我當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另外還有一點，過去他的阿森納前隊友門將施琴斯尼曾經在公開採訪中親口證實，施琴斯尼說，荷萊布在足球上本可以取得更高的成就，但他太喜歡喝酒了。所以荷萊布的酗酒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他的職業生涯。而去到巴塞羅那之後，他過去槍手的隊友亨利也在巴薩，曾經特意騰出房間和他同住並且陪伴他。但是他也因為語言不通，性格內向，加之和瓜迪奧拉缺乏溝通，很快淪為邊緣人。隨後便開啟了無休止的租借生涯。在巴薩他毫無參與感。退役以後，荷萊布在多次採訪中反覆表達過懊悔。他說，直到今天我依然無法理解自己當時為什麼會做出離開阿森納的決定。在阿森納我擁有最好的教練，最好的朋友，最棒的球迷。離開溫格是我這輩子犯過最大的錯誤，我親手葬送了自己的黃金巔峰。好，回到溫格執教阿森納的第4階段，咱們細聊。這時候溫格的思路已經變成買18到23歲的球員，並且培養個2-3年，讓他們成為核心，盡量避免購買已經達到身價頂峰的成名球星。當時在溫格看來，自己已經有許多成功案例，比如維埃拉加盟剛剛20歲，亨利加盟22歲，圖雷加盟的時候幾乎沒人知道他，阿什利科爾出自青訓，法布雷加斯16歲加盟，范佩西20歲出頭就加盟。於是他很容易得出了一個結論，與其花3000萬買一個已經成名的球星，不如用500萬、1000萬尋找下一個亨利，下一個維埃拉。而且這種模式剛好和俱樂部當時的財政環境相匹配。可問題是他忽略了，在06年之後，他必須同時培養太多的年輕球員。過去是8個成熟的球員加2個年輕人，後來逐漸變成5個年輕人加3個正在成長的人，再加2個成熟的球員。這2種情況完全不同。06到07賽季，新球場的第1年就非常不適應。06年夏天離開的可不是什麼普通輪換球員，他包括博格坎普的退役，皮雷加盟了比利亞雷亞爾，坎貝爾離開，阿什利科爾加盟切爾西，而阿森納從切爾西得到了加拉，此外還買來了羅西基、德尼爾森，以及租借加盟了巴普蒂斯塔。這也意味着03到04賽季无敵之師的大量成員已經消失。不過亨利還在，而且法布雷加斯開始成為真正的中場核心。06到07賽季，只有19歲的法布雷加斯最終成為阿森納賽季最佳球員。不過新球場反而給阿森納帶來了一個戰術方面的問題，因為過去的海布里非常特別，球場很狹窄，看台離草坪很近。溫格巔峰時期的那種打法，維埃拉搶斷，找到皮雷，找到博格坎普，再給亨利，這樣高速的反擊在海布里極具壓迫感。但來到寬闊的酋長球場之後，許多中下游球隊開始選擇後撤，不和阿森納拼空間，直接擺出密集防守。於是阿森納遇到一個新的問題，怎麼破大巴？這就進一步推動溫格越來越強調短傳、三角配合、中場的人數，
還有要更多的技術型球員，以及在禁區前要連續的傳遞。後來大家很熟悉的那種阿森納他們已經傳進了禁區了，怎麼就是不射門呀？其實就是在這個時期逐漸形成的。這一年有個很奇怪的現象，阿森納面對曼聯表現非常好。06年9月，曼聯主場0-1輸給阿森納，阿德巴約攻入制勝球。07年1月回到酋長球場，曼聯先進球，隨後范佩西扳平，最後亨利頭球2-1逆轉。阿森納完成了對老對手曼聯聯賽上的雙殺，直到許多年以後他們才能再次做到。可是在遇到一些收縮很深摆大巴的球队，阿森納卻不斷的平局甚至輸球。這支年輕的球隊經常能踢出20次射門以上，65%的大量控球，還有許多的漂亮配合，但最終總是1-1甚至0-1。這時候的問題，年輕球員總喜歡再多傳一次，而且在禁區裡缺少身體的衝擊力，防守定位球的時候又不穩定，並且心理上一旦先丟球容易急躁，這後来成為青春阿森納連續很多年的共同問題。而亨利的身體也開始出現問題，他也缺少了巔峰時期的終結能力。06年世界杯之後，他幾乎沒有獲得完整休息，傷病越來越多，最終賽季提前結束。於是出現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性的變化，阿森納第一次必須學習在沒有亨利的情況下踢球。阿德巴約、范佩西、巴普蒂斯塔和年輕的沃尔科特開始獲得更多的機會，而溫格特別喜歡在聯賽杯使用年輕人。這個賽季的聯賽杯，阿森納的青年軍一路闖入決賽，其中最著名的一場比賽，利物浦主場3-6慘敗給阿森納。阿森納在安菲爾德打進6個球，巴普蒂斯塔一人就打進4個。這也極大強化了溫格的判斷，這些孩子是真的能踢呀。最終阿森納進入聯賽杯決賽，卻1-2輸給切爾西。聯賽方面最終第4，歐冠16強被 PSV 埃因霍溫淘汰，足總杯第5輪出局，聯賽杯亞軍。從獎杯來看0冠，而且已經連續2年沒有重要的冠軍。當時的阿森納球迷整體上還沒有對溫格失去信心，因為大家能夠看到法布雷加斯、范佩西、阿德巴約、羅西基、赫萊布、沃爾科特、德尼爾森還有迪亞比，這明顯是一支正在成長的新球隊。緊接着2007年夏天，最大的地震來了，亨利大帝離開了，他加盟了巴塞羅那。這件事情的意義非常大，因為過去8年阿森納幾乎等同於亨利，可現在維埃拉沒有了，博格坎普沒有了，皮雷沒有了，永貝里也在07年夏天離開，連亨利也沒了。04年那支無敵之師，真正意義上的進攻核心已經全部退場。這時候溫格並沒有去買一個新的亨利，這也是青春計劃最典型的一步。07年夏天最重要的引援薩尼亞，他從歐塞爾隊加盟，很快成為主力右後衛。愛德華多·達席爾瓦從薩格勒布迪納摩加盟，溫格希望增加在禁區內的終結能力。此外還有年輕的門將法比安斯基，可是沒有超級明星，球隊的核心只能是20歲的法布雷加斯。當時隊長是加拉，可真正的戰術領袖已經是法布雷加斯。而如果我們要理解溫格為什麼後來這麼長時間一直相信年輕人，就一定要看07到08年，因為那半年幾乎證明了溫格可能真的是對的。這支新的球隊主力結構：門將阿姆尼亞，右後衛薩尼亞，中後衛圖雷和加拉，左後衛克里希，中場赫萊布、法布雷加斯、弗拉米尼、羅西基，鋒線范佩西和阿德巴約。但他又不是傳統的4-4-2，實際的比賽裡更像4-4-1-1，球員們不斷地交換場上的位置，流動性很強。而這一年弗拉米尼突然爆發，這一點非常重要。過去他更像是萬能的替補，踢過中場，踢過左後衛和右後衛，甚至一度接近離隊。但在這個賽季，弗拉米尼突然成為主力後腰，於是形成了弗拉米尼加法布雷加斯，這個組合非常合理。弗拉米尼能跑能搶能補位，法布雷加斯能傳球能組織能向前。07年9月對塞維利亞的歐冠比賽，溫格甚至讓吉爾伯托做替補，繼續使用弗拉米尼搭檔法布雷加斯，阿森納3-0獲勝。還有赫萊布，他是這支球隊經常被低估的一個，數據上他不算特別漂亮，但非常擅長在小範圍的處理球和一腳球的配合，以及從右路進入中路，和法布雷加斯能做出連續的傳遞配合，還可以吸引對方防守注意力。所以這支阿森納已經不像是邊鋒突破加上傳中，而是靠大量在中路和內部區域的走位。另外還有羅西基，健康狀態下的羅西基，他可以從左路進入中路，
並且能遠射，還能快速一腳出球，還可以突然前插禁區內。於是07到08年，阿森納擁有非常強的技術型的中場群，羅西基、法布雷加斯、弗拉米尼、赫萊布，幾乎沒有傳統意義上的邊鋒，但所有人都會傳球，都會跑位。另外，阿德巴約，他雖然不是亨利，但特點非常適合這套年輕的球隊。他有身高，能夠背身，能夠爭頭球，能夠衝擊對方身後，還可以把中後衛帶走。在禁區內，阿德巴約存在感很強。於是07到08，他也迎來爆發，這使得法布雷加斯、赫萊布和羅西基終於有了一個明確的禁區目標。開局以後的阿森納居然開始領跑了英超。07年秋天，他們打出了極為漂亮的足球：5-0德比郡，3-0塞維利亞，7-0布拉格斯拉維亞。11月面對曼聯，阿森納2-2戰平，加拉在補時階段絕平。這時候外界開始認真地意識到，沒有亨利以後，阿森納反而更加整體化。08年2月，阿森納一度領先曼聯達到5分，他們坐在英超榜首，距離賽季結束只剩10幾場，這就已經不是未來有潛力的球隊，而是真正的在爭奪冠軍。如果這個賽季奪冠，溫格的青春計劃將提前被歷史證明是成功的。然而來到了08年的2月23日，伯明翰2-2逼平阿森納，這成為了整個階段最重要的分水嶺。比賽剛開始不久，愛德華多遭遇了嚴重的腿傷，他被伯明翰的後衛馬丁·泰勒鏟斷了左小腿。重傷前，愛德華多狀態神勇，可就是那一瞬間在場上的殘酷畫面，讓所有阿森納球員心理上受到重創，球隊的士氣全面泄氣。年輕的球員們目睹慘劇後留下巨大的心理陰影，面對對手粗野的犯規，開始出現畏懼的情況。這一戰也成為此後阿森納多年年只能爭4，一遇到硬仗就會崩溃，成為他們心理上的轉折點。而愛德華多復出以後，狀態也大不如前，不久後就黯然離隊。就在那一場，阿森納一度2-1領先，但最後時刻科里希犯錯，伯明翰獲得點球，麥克法登罰進2-2。然後出現了著名的加拉事件，隊長威廉·加拉因為遭到絕平，情緒徹底失控。他不僅怒踢了場邊的廣告牌，拒絕參與防守，更在中場哨響以後獨自滯留在中圈的草坪，不願意離開。這種鬧情緒的事兒非常罕見，引發了軒然大波。賽後在更衣室裡，資深球員吉爾伯托·席爾瓦公開指責說，加拉的行為像個被寵壞的孩子，是在博取關注。兩個人爆發了激烈的口角和肢體上的衝突。這也埋下了阿森納更衣室長期不和的隱患。儘管當時的溫格在公開場合選擇力挺加拉，認為這體現了球員對勝利的極度渴望和真性情，但這次行為嚴重動搖了加拉的領袖威信。也就在這一年11月，加拉因為公開的在採訪中質疑隊友們缺乏勇氣、缺乏抗壓能力，最終被溫格剝奪了隊長袖標。而那張畫面後來成為一整年崩盤的象徵，不只是因為一名球員坐在草地上，而是他讓全世界看到了，這支球隊的技術上可能已經具備冠軍的能力，但心理成熟度遠遠沒有達到冠軍球隊的標準。從伯明翰以後，阿森納就突然變得不會贏球了。接下來連續出現阿森納1-1阿斯頓維拉，維岡0-0阿森納，阿森納1-1米德爾斯堡。這連續的4場平局讓原先5分優勢迅速消失。之後阿森納去斯坦福橋面對強大的切爾西，薩尼亞先幫助阿森納領先，可德羅巴隨後連進2球逆轉，輸球之後，冠軍的主動權徹底丟失掉。這時只剩最後一個機會，在老特拉福德客場迎戰曼聯。2008年4月，這場球阿森納必須贏，而阿德巴約也率先取得進球。如果能夠守住，冠軍希望還在。可隨後 C 羅通過點球扳平，哈格里夫斯任意球破門，曼聯2-1逆轉。這一年的故事到此基本結束。最終阿森納只拿到第3 83分，曼聯87分，切爾西85分，阿森納最後只差4分，而他們真正丟掉冠軍的地方，就是那幾周的連續平局。這一年的歐冠同樣是差一點，在16強賽遇到 AC 米蘭，首回合主場0-0，次回合在聖西羅，法布雷加斯的遠射，阿德巴約補時再進一個，阿森納成為第一支在聖西羅擊敗 AC 米蘭的英格蘭球隊。這場勝利也是青春計劃最著名的歐洲夜晚。然後8強戰碰到利物浦，首回合阿森納1-1戰平，次回合在客場，比賽變成經典大戰，阿森納一度領先，隨後利物浦反超，然後沃爾科特站了出來，從自己半場開始狂奔，連續的突破，將球送給阿德巴約，3-3戰平。
這個比分意味着阿森納能晉級，但幾乎接下來的進攻，利物浦獲得點球，傑拉德罰進4-3，最後巴貝爾再進一球5-3，利物浦晉級，並且短短幾周內，阿森納在聯賽的領先優勢沒有了，在歐冠出局了，在足總杯也早已經被曼聯淘汰。原本可能成為偉大的賽季，瞬間什麼都消失了。好的，第4個階段故事很多，咱們今天先講到這裡，預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感謝大家不斷的熱推，感謝大家不斷的點讚，也感謝您將視頻分享給其他的球迷朋友。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